我叫苏袅袅，上辈子干奶茶店被投诉，干微商号被封，干短视频号封了仨，好不容易存点钱搞殡葬一条龙，合伙人捐款跑路，23岁卒，死因气死。这辈子穿成皇帝的女人，开局任务当太后暗线。袅袅，皇上那边替哀家多看2眼。我心想行吧，搞宫斗总比搞殡葬强。结果呢，3个月了，皇帝没来过，太后也没催。吃不好睡不好，没有拼好饭，没有砍一刀，没有手机，活着已经够累了，还要美丽。我的怨气已经大到能养活10个邪剑神。还是回吧。娘三思啊，娘，活着才有希望啊，娘。我没死成，你会被砍头吗？会。你也怪不容易的。不死了，累。娘娘，您要不要梳个头？皇帝3个月没来过，梳给谁看？活着已经够累了，还要美丽。那早膳不吃了，省得还得嚼。长这样都没人来宫斗，这届后宫不行啊。检测到宿主苏淼淼意识已苏醒，系统绑定程序启动。警报！系统错乱，绑定目标错误。幻觉，饿出来的。已绑定，国灭系统。主线任务1：颠覆朝堂；主线任务2：耗尽国库；主线任务3：引敌入境。毁灭世界。任务失败将执行电击惩罚，极端情况下启动抹杀。这个我熟啊！上辈子搞黄8个项目，这辈子直接火锅，专业对口了呀！娘娘，不会是疯了吧？陛下，苏贵妃太后亲自挑的那位，已经在朝阳宫闷了3个月了，要不要死了就埋了？攻略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萧弃尘，欢迎您！主线任务攻略嫔妃苏淼淼，支线任务每日令苏淼淼感受到幸福。什么？当前苏淼淼幸福值15%，警告：幸福值严重偏低，距离今日结算还剩1个时辰。若幸福值未达到60%，将执行1级电击，相当于被10匹马同时踩过去。朕登基6年，杀御史，罢宰相，平3王之乱。现在朕的命捏在一个女人高不高兴上？李德全，奴才在。苏贵妃今晚吃了什么？喝了什么？睡了几个时辰？奴才这就去。不必了，朕不会去的。陛下，温馨提示：宿主选择无视任务，系统尊重宿主的选择。电击惩罚时会有明显外部反应，建议屏退他人。提前享受点击惩罚倒计时：30、29、28、27。1级电击将在倒计时归0后自动执行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出去，所有人退出殿外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奴才遵旨。朕是皇帝，皇帝不受人胁迫。惩罚执行1级电击。李德全，败将去朝阳宫。你在画什么？这人进门不带敲门的。等等，这人怎么看着像要杀我？不对，他不会是发现我是太后暗线了吧？没画什么，就画着玩。警告！距离任务失败还剩半炷香，请立即执行幸福值提升请坐。建议喂食。当前环境可用资源葡萄。爱妃，吃。甜吗？甜吧，多谢陛下。
救命啊！我能说不甜吗？等等，他这副样子是不是发现我是太后暗线了？幸福值减5，幸福值不增反降。苏袅袅怀疑宿主在葡萄里下毒，以及宿主面部表情过于狰狞，建议调整。李德全，朕狰狞吗？陛下位移天成，怎么会狰狞？听到了没？朕不狰狞。温馨提示：李德全在说谎。朕想调整你的命。陛下，臣妾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问。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？朕没有困难，朕只是想让你高兴。检测到目标对宿主产生好奇，好奇是心动的萌芽，幸福值从15提升至25，说明目标开始主动关注宿主，这是积极信号。我怎么觉得他不是想让我高兴，而是想要我小命啊？建议利用萧气寒的宠信，获得更大行动自由，扩大破坏范围。行，你要让我高兴，那我就好好高兴给你看。陛下，您刚才那句想让你高兴，是不是太什么？太感人了，奴才都快哭了。明日任务：令苏袅袅产生心动感，建议情话、肢体接触、英雄救美。朕宁愿去死。娘娘，陛下一早派人送来的，说让您睡醒第一眼就能看到。上辈子我在直播间抢9块9包邮的手镯，还得拼手速，这辈子一睁眼就有人送羊脂玉，这待遇太爽了吧！温馨提示：宿主的祸国任务需要大量资金支持，建议将所得赏赐折现存入国库，待国库空虚后，帝国自然瓦解。折现，好主意！翠儿，把陛下赏的所有东西都搬出来，镯子、簪子、绸缎、摆件一样别落。娘娘要做什么？卖了。昨日幸福值结算30%，警告未达标，惩罚1级电击。陛下您怎么了？惩罚执行完毕，今日幸福值目标60，若未达标，明日电击强度加倍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贵妃今天高兴吗？回陛下，贵妃娘娘正在卖东西。卖什么？您赏的东西全卖了。苏袅袅今日幸福值加15，当前幸福值45分100，增长原因：目标通过变卖赏赐获得愉悦感。娘娘，这对玉镯是内务府的珍品，估价至少2000两，卖了。这匹云锦是先帝时节留下的贡品，卖了。那这盘葡萄留着，葡萄好歹能吃。李总管，贵妃娘娘让小的把卖珠宝的钱全部送进国库。送进国库？娘娘说钱放在她这儿不踏实，放国库里看着踏实。朕赏的东西呢？卖了。卖了，钱放国库里，看着踏实。苏袅袅今日幸福值加15，当前幸福值45除以100，增长原因：目标通过变卖赏赐获得愉悦感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不在上，把他朝阳宫塞满，让他卖。下一步，建议大兴土木，奢靡无度，推荐项目改造御花园。大兴土木，好主意，先从拆墙开始。当前幸福值45分100，建议今日朝会后前往朝阳宫，目标正在拆墙。臣弹劾苏贵妃入宫不满1年，行事荒唐，变卖御赐之物，亵渎圣恩，此乃祸国妖妃。拆墙拆到陛下头上，看贵妃怎么收场。臣附议，苏贵妃拆墙毁宫，此乃亡国之兆。臣亦附议，贵妃巧立名目私设幸福基金，其心可诛。说完了。臣说完了，请陛下圣裁。赵爱卿，朕问你，
贵妃卖的珠宝是谁赏的？自然是陛下赏的。贵妃把变卖珠宝的钱放进哪里了？国库。贵妃拆的墙是谁批的？也是陛下。所以，你弹劾贵妃卖了朕赏的东西，放进朕的国库，拆了朕批的墙，你是在弹劾贵妃，还是在弹劾朕？赵大人，您快说啊！别拉上我们只是辅音的。既然弹劾的是朕，退朝后，赵大人去朝阳宫门口跪1个时辰思过。罚跪在贵妃门口，这是罚赵大人，还是让赵大人给贵妃看门？娘娘，这墙拆了，冬天漏风怎么办？拆了再建月亮门，工程预算翻倍，耗进国库，明白吗？娘娘，赵大人早朝弹劾您，被陛下罚跪，正在门口跪着呢。弹劾我？为什么罚他？陛下说，弹劾您就是弹劾他，罚赵大人跪您，也算是给陛下赔罪了。赵大人，3朝老臣，言官之首，跪在我门口。翠儿，去内务府借块匾啊！什么匾？锦旗。奇耻大辱！奇耻大辱啊！妖妃！赵大人，您弹劾本宫弹劾得好，打赏您金钱太俗，干脆送面锦旗吧。这锦旗您收着，往后继续加油，本宫还有很多事值得您弹劾的。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陛下，娘娘给赵大人送了面锦旗，上面写着“铁齿铜牙，为民请命”。送了锦旗？是，赵大人捧着锦旗，手都在抖，嘴里一直念，他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工人们都说赵大人被贵妃一骑封侯。随他去吧。陛下，这奏折弹劾的是贵妃。朕知道，他不是送了锦旗吗？扯平了。巫妖鸟幸福值加10，当前幸福值55分100，增长原因：目标通过目标拆墙附加羞辱弹劾者，获得双重愉悦。朕的江山，朕的臣子，朕的颜面，全拿来给他刷幸福值。袅袅，你入宫多久了？回太后快1年了。哀家让你做的事，做得如何了？回太后，臣妾正在努力。陛下如今对臣妾颇为宠爱，臣妾正在利用这份宠爱，逐步离间他与朝臣的关系。朝臣？你说的是那个被你送了锦旗的赵如松？太后误会了，臣妾送锦旗是为了让言官们无从弹劾。太后想想，陛下越护着臣妾，朝臣越恼怒，恼怒就弹劾，弹劾陛下就罚，长此以往，君臣离心，这不正是太后要的吗？有些道理，但光是离间君臣不够。哀家要你弄权后宫，让那些妃嫔都听你的话，必要时挑唆他们去惹事。太后放心，臣妾一定尽心尽力，任务攻略已收到。娘娘，太后她老人家是什么意思？让您弄权后宫，这可不是好差事。翠儿，你帮我算笔账。啊？太后要我离间君臣，和祸国系统的任务一模一样。太后要我弄权后宫，等于给我更大的行动自由。太后要我挑唆嫔妃惹事，正好让我在后宫建立人脉。娘娘，什么系统？所以太后不是在利用我，是我在利用她。建议将太后指令作为完成祸国系统任务的掩护。制造假象，这我熟。离间君臣，第1步，继续刺激言官集团；第2步，挑拨6部之间的关系。系统，这跟你的颠覆朝堂任务完美重合。建议将弄权后宫作为补充。那我再加一条，成立后宫管理委员会，把各宫妃嫔都拉进来，谁敢不听话，我就不批他的月例银子。太后以为我在帮他弄权，实际上……颠覆朝堂任务已建立初步行动框架，耗尽国库任务同步推进，拆墙工程可与后宫大兴土木计划合并。搞定！太后的任务加系统的任务，一份攻略全部覆盖，这叫一份耕耘2份收获。太后，
苏娘娘那边能信吗？让他去闹，闹得越大越好。萧弃臣宠他，朝臣恨他，后宫乱在他手里。到那时，群臣自会请废妖妃，废了妖妃两败俱伤，萧诀才上得了位。太后圣明。陛下，慈宁宫那边来报，太后今日召见了贵妃娘娘。说了什么？具体不知道，但贵妃回宫后就开始写东西，写了3份。3份任务方案，1份给太后，1份给自己，第3份给谁看？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又去哪儿野了？几日不见人影？城南新开了家戏园子，听了几天。母后猜儿臣听了出什么戏？逼宫。你专程来气哀家的？怎么会？宫里最近出了妙人，苏贵妃被弹劾，反而还给人送锦旗的事儿，整个京城都传开了。塔楼说书的连夜写了段子，儿臣听了3场。一个妖妃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母后说的对，所以儿臣决定亲自去看看。儿臣告退。你离他远一点。母后放心，儿臣只看戏。王爷，咱不是去给太后请安吗？怎么往御花园走？请安完了，现在是娱乐时间。小不当，知道宫里什么最值钱吗？什么？真人秀，不花钱，不彩排，随时开演。去，把本王马扎带上。对了，5香瓜子也带上，城南买的那个5香味的。王爷，您上宫里还自备瓜子啊？不然呢？看戏不嗑瓜子跟看哑剧有什么区别？陛下已经2个月没来臣妾宫中了。失宠多久了？2个多月。月例银子少没少？没有。宫人有没有克扣你的分算？也没有。那你还哭什么？陛下不去，你高兴才对。没人管你，没人烦你，没人半夜掀你被子让你陪他批奏折。好像有点道理。银子照拿，日子照过，这不是神仙日子吗？可是臣妾不是失宠，是陛下从没来过。臣妾入宫2年，连陛下的正脸都没看清过。那张脸不做表情都能吓哭小孩，笑一下能吓得你3天睡不着，你还想看？够，实在是够。各位姐妹，以后每个月逢5逢10，本宫在这儿开怨气发泄会，想哭的来哭，想骂的来骂，陛下也行，本宫当没听见。那骂了会不会被砍头？骂完爽了，回头本宫就说是我骂的，反正我已经被弹劾习惯了，多背几个锅不碍事。不用管本王，你们继续。这戏比太后宫里的好看多了。那位嗑瓜子的，叫本王？对，就是你，把瓜子皮收一下。啊！简，娘娘教训的是，御花园是公共场所，乱扔垃圾不文明。贵妃娘娘，臣弟萧诀，初次见面，臣弟这儿还有包话梅，您要吗？不要话梅，你下次来多带点瓜子，5香味的。娘娘也喜欢5香味，我只吃5香味。吃5香味，听见没有？贵妃娘娘也吃5香瓜子，下次多带几包。城南那家记清楚。下个月怨气发泄大会，你想看更热闹的，提前跟我说一声。能有多热闹？好看到让你忘了嗑瓜子。御花园今天有庙会，回陛下，据说贵妃娘娘在此举办了怨气发泄大会。
当前幸福值58，距离达标线差2分，建议执行心动感互动，参考方式情话。情话。宿主可选择书面表达，情诗，心动值增幅可达50%到80%，建议今日夜间完成创作，明日清晨送至目标手中。情诗，写给他。李德全，去把景王叫来。现在聋了吗？皇兄深夜召臣弟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谁造反了？你会写诗吗？诗？什么诗？情诗。情诗？写给谁？真是写给他的。皇兄，你终于开窍了。皇兄，写情诗要用心，不能用套话，得写得得。皇兄，你写过诗吗？对，臣弟虽然不会治国，但写情诗那是臣弟的专业领域。城南所有的戏园子，臣弟都写过对联。写来看看。袅袅春风入宫墙，这个起手好。君王从此不早朝，这句有典故。若问朕心何所似转折，3000宠爱在一身。收尾，皇兄请看，赠贵妃。君王从此不早朝，你是想让天下人以为朕昏了头？情诗嘛，夸张点才有诚意。改成悠然共朝堂吧。皇兄，你改诗？你批奏折批出职业病了吧？出去。可是。出去。娘娘，陛下派人送来东西了，说是陛下昨夜亲笔写的。3000宠爱在一身，这句抄的。娘娘您怎么知道？因为剩下3句的水平跟这句差了800年。检测到宿主手中持有高价值纸制品，建议折现。亲笔，所以更值钱。娘娘，情诗不能卖，那是陛下的心意啊。翠儿，你看他这几句诗，像是写给我的，还是写给皇上的作业？不是勉强，是交叉。既然是他的任务，那就是我的财路。去，找个靠谱的字画贩子，起拍价500两，就说这是暴君的墨宝，越吓人越值钱。幸福值未发生显著变化，当前仍为58分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他拆了哪堵墙？不是拆墙，是您的情诗被贵妃娘娘卖了。卖了？朕写给他的诗，卖了？卖了500两。娘娘让翠儿拿出去找的字画贩子，那字画贩子一听是陛下亲笔，当场就加了200两。幸福值60分，提示达标，目标通过现卖宿主墨宝获得经济收益，产生满足感。陛下知道了，卖了500两，放国库了。500两太少了，下次要卖，开价1000两。陛下不生气？朕的诗值1000两，朕说的。温馨提示：宿主通过变卖情诗，意外提升了萧启尘的自我价值感。他主动配合我祸国，有意思。6000多两，听起来不少，但摘星楼预计耗资1000万两，按这个速度，我死之前能祸国吗？温馨提示：当前资金积累速度远低于祸国任务所需，建议开拓新的资金来源，推荐方向：经营性收入。经营收入，服务业，
前世做殡葬一条龙时，有个心理慰藉服务，家属哭得越惨，收费越贵。殡葬一条龙那套，娘娘您在说什么？翠儿，背笔墨，我要写商业计划书。娘娘，基础疏导50两，都快赶上工人半年的俸禄了。贵吗？我觉得太便宜了。上辈子我们殡葬一份基础套餐都800。娘娘，您这情绪疏导中心是干什么的？刘姐姐来的正好，本宫问您一个问题：您上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昨天，陛下又没来臣妾宫中。哭完舒服了吗？更难受了。因为您光哭，没人疏导。本宫这个疏导中心就是专门帮您科学的哭。可是50两，50两换1晚上的好觉。您已经失眠多久了？他上个月瘦了8斤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臣妾不应该等他。对，您想想，他给您银子吗？给了。他管您吃穿吗？管了。那他还需要亲自来吗？您今天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早起来对着镜子说3遍，他不来是他的损失。李总管，贵妃娘娘开的那个叫宫廷情绪疏导中心，收费的，基础疏导50两，包月500两。去报告陛下。他又卖什么了？回陛下，说，贵妃娘娘这次没有买东西，她在御花园开了家店，店名宫廷情绪疏导中心，服务收费，嫔妃们排着队往里送钱。刘婕妤当场办了包月。苏袅袅幸福值加10，当前幸福值68除以100。增长原因：创业成功带来的成就感与财务收入。随他去吧。陛下，还有一事。贵妃娘娘昨夜写了份商业计划书，上面写着计划开殡葬一条龙连锁店。朕的江山没被他的拆墙搞垮，没被他的查账搞乱，最后会不会被他开连锁店开上市？珠宝折现6000两，疏导中心3000两，加上包月费，手上能动用的差不多1万两。1万两听起来不少，但摘星楼预算1000万两，我这点钱连地基都挖不完。温馨提示：建议成立专项资金池，向户部申请专项拨款。推荐话术：以皇家工程名义立项，要求6部按比例拨付。专项资金池，好主意。先让国库自己出血，我再把工程预算做到天上去。翠儿，把这些账本带上，跟我去御书房。娘娘要见陛下。不，我要去跟陛下谈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求见。让他进来。陛下，臣妾有一个想法。说。陛下请看，这些是臣妾近期的收入，加上陛下赏赐折现的，总共1万两。臣妾想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，成立一个专项基金，名字就叫王国基金。改名。什么？名字不吉利，改一个，就叫大周幸福基金。陛下，您不反对？反对了你就不见了。爱妃要多少钱？1000万两。批了。不是1000万两，您不再考虑一下？摘星楼也批了。还有别的事吗？退下吧。李德全，传朕口谕，大周幸福基金即日成立，户部拨专款1000万，专款专用，由贵妃全权掌管。他批了，一字没改，1000万两全批了。娘娘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！我说要亡国，他给我改名幸福基金；我说要建楼，后哭不哭，他说批了。他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好，你要纵容我，那我就放手干。1000万两，我让它变成地基，再追加2000万两的追加预算，耗尽国库，回动摘星楼工程，建议1000万两。萧爵那个乐子人，正好看他嗑瓜子也是嗑，不如给他个差事。陛下，老奴斗胆。1000万两，这是今年国库税入的30%。贵妃娘娘说要建摘星楼，连图纸都没有，您就全批了，这让6部怎么看？
李德全，朕问你，国库，他申请的这笔1000万两，最后会花在什么地方？他以为他在祸国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他卖的每一件东西都充了国库，他开的每一个摊子都带动了后宫消费，他揪出的每一个贪官都帮朕省了更多钱。他要1000万两，朕给，因为朕想看他到底能用这1000万折腾出什么来。苏娘娘幸福值加15，当前幸福值83%。太后，苏娘娘的幸福基金已经获批，摘星楼明日动工。有刺客护驾！幸福值飙升至120，单日增长37，恭喜获得3日惩罚豁免权。你故意的。臣妾害怕，皇上。陛下，您的伤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先看他的膝盖。地基明天开挖，萧爵明天来报到当监理。翠儿，你记得给他准备瓜子和账本，两样都得备齐。娘娘，景王当监理靠谱吗？靠不靠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太后的儿子。萧启辰，苏兰。警告！目标濒危将导致任务失败。倒计时3、2。刺客怎么知道你在那条路上？凑巧吧。明天起走主道，朕让禁军把主灯都点上，你走到哪亮到哪。娘娘，陛下刚才差点杀您，又救了您。翠儿看不明白，她也看不明白。温馨提示：萧启辰今日行为已超出宿主预期，建议重新评估此人风险等级。他到底是我的障碍，还是我的工具？我也搞不清楚了。自主分析完成，建议卸载宿主自我保护的本能模块，该模块已不适用于当前任务目标。娘娘，昨夜那3个刺客，您觉得是谁派的？你说呢？太后怕什么？他杀的是我，又不是你。太后以为我是她的棋子，现在棋子不听话，她想换一颗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娘娘您打算怎么办？他派人杀我，刺客被萧辟尘挡，现在萧辟尘的胳膊上多条刀疤，你说他会怎么办？他会查到底，然后利用其愤怒扳倒太后。不用你提醒，我等他自己查。警告：昨夜宿主左臂受伤，保护目标不利，触发隐性扣分项，惩罚1级电击，将在半炷香后执行。臣有本奏：贵妃苏氏近日成立所谓幸福基金，向户部申请1000万两专款，欲建摘星楼。此楼用途不明，预算不清，图纸不全，臣弹劾贵妃滥用国当，妖言惑君。陛下，1000万两是今年国库岁入的30%，户部实在拨不出来。臣附议，从未有后宫嫔妃掌控如此巨款之先例。惩罚执行1级电击。陛下，朕在练功。朕最近在练一种很新的功。微臣斗胆，敢问陛下练的是什么功？一种让朕在朝会上听到国库岁入30%时还能心平气和的功。摘星楼一案，贵妃要见，朕批的，1000万两，户部今日就拨。谁有异议，现在就站出来。很好，
退朝。赵大人，您刚才看见了吧？陛下说他在练功，那分明是在挨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他被什么东西控制了？一定是妖妃。妖妃用妖法控制了他。赵大人，如果陛下真是被妖妃控制，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继续弹劾？你怕什么？1000万两，户部今天就得拨。老夫要去喝一碗压惊的药。他浑身发抖，然后说他练功。李总管说，陛下攥着龙椅扶手，差点攥碎了。他受伤是为了护我，他挨电击是因为护我没护好。他被罚了，还要硬撑着上朝批我的摘星楼经费。翠儿，去把我留着的葡萄洗了。娘娘要给陛下送去吗？送，就说慰问他练功辛苦。他送的。贵妃娘娘说慰问您练功辛苦。苏娘娘幸福值+5，当前幸福值主动关怀宿主，虽措辞略带揶揄，但底层情绪积极。好不容易拆了，他又给我建回去。娘娘，陛下说冬天漏风，不管，东墙建回去，我就拆南墙。那堵墙挡光，拆了，建月亮门，圆的，透光，好看。奴婢去拟申请。不用你，直接去找陛下。当前幸福值125%，超额达标，惩罚豁免权剩余2日。温馨提示：目标情绪愉悦期是最佳配合窗口，建议批准一切请求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求见，说带了新的装修方案。传。陛下，臣妾想换个门，朝阳宫和御花园之间有堵墙挡光，臣妾想拆了，换成月亮门，圆的，透光，好看。工程不大，预算不高，几百两就能搞定。准了。陛下不问为什么要拆墙吗？你拆墙什么时候需要理由了？他是不是被我反向驯化了？还有别的事吗？还有，臣妾寝殿光线不好，想把北边那面小窗扩成大窗，要拆半堵墙。批了。谢陛下，臣妾告退。陛下，那面墙臣妾明天拆，你要是想来看，记得戴安全帽。李德全，去查查安全帽是什么。贵妃要戴，朕也得戴，别让她觉得朕不懂。娘娘，南墙拆完接着拆北窗，北窗拆完您还有其他计划吗？有计划，西配殿改成老堂子，南暖阁改成棋牌室，北书房私人影院。什么叫影院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拆。幸福值+30，当前幸福值155%，幸福值增长原因：拆墙愉悦，今日无需额外操作。朕知道，朕不是来做任务的。我上拆了8架公司台，这辈子终于能拆墙了，还是皇帝的墙，开心！接下来拆北窗，再接下来拆皇宫。走吧，让他拆。明天把那堵东墙也拆了，朕批了。属下失职，萧启臣替他挡了那一刀。禁军如今将朝阳宫周边守得铁桶一般，短期内无法再动手。刺杀失败了，1000万两也批了。摘星楼昨日已奠基，那个女人要在哀家头顶上盖一座楼，看得见吗？太后，摘星楼地基离慈宁宫尚远。哀家说的不是地基，是她在哀家头顶上撒野。请太后示下。太后，不好了，贵妃又拆了一堵墙。什么墙？朝阳宫和御花园之间的南墙拆了，说要建月亮门，方才动工的。他前天拆东墙，今天拆南墙，后日是不是要拆慈宁宫了？都退下。
把景德镇的杯子拿来，那套青花的。好息怒！太后，这套青花是先帝御赐。先帝赐的杯子，碎在地上，倒是比摔在苏娘娘脸上容易。太后，你消消气，这套青花还剩最后3支，你要是再摔，显德镇的窑怕是要供不上了。你说什么？回太后，您这半年摔了20几件了。景德镇那边说，这批青花烧制周期要4个月，您摔的速度太快了。窑厂那边问太后能不能换个别的摔？钧窑的抗摔吗？这要看太后您使多大劲儿。让他们加班多烧几窑。哀家最近火气大，杯子不经摔就换碗，碗不经摔就换罐子。是。等等，去查苏袅袅那个幸福基金的账目，哀家要看。奴婢这就去。娘娘，慈宁宫的消息。太后今日连摔5只青花茶杯，景德镇窑厂求太后换个别的摔，理由是摔得他们供不上了。我拆墙，他摔杯子；我拆一堵墙花500两，他摔5只杯子，砸了至少3000两。娘娘，关键是他还得叫景德镇加班烧。翠儿，你说太后再这么摔下去，景德镇的窑厂会不会比国库先空？太后再摔几窑，我的耗尽国库任务都不用动工，她替我完成。传旨，景德镇官窑本月拨款翻倍。陛下，太后摔的杯子，您给加预算。她摔的越多，朕越有理由裁她的用夫。先让她摔，等她把窑厂的产能全占了，朕再断她的瓷器供应。朝阳宫。盈余了？什么？国库盈余了？查抄贪官退赃款合计210万两，税收效率提升新增上计款98万两，节省朝堂弹劾流程费用4万两，扣除摘星楼已拨付的300万两。我明明在败家，怎么国库还变多了？温馨提示：宿主的祸国手段客观上起到整顿吏治效果，查账肃贪导致吏治清明，吏治清明导致税收增加，税收增加远大于摘星楼支出。祸国进度评估更新，当前进度-2%。负的，进度还是负的。纠正：基金已更名为大周幸福基金，该改名系陛下亲批，具有法律效力。翠儿，给我泡杯茶，浓的，不要茶叶，直接给我泡杯开水，让我清醒清醒。贵妃知道。回陛下，户部尚书说，这份月票的副本已呈朝阳宫，按贵妃的规矩，他掌管幸福基金，有权查阅国库全部收支。他查账揪出了贪官，退赃就有200多万，大臣们下的连夜屏障，税收效率都变高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陛下，他以为他在祸国，朕最初也是这么以为的，现在朕不确定。苏袅袅幸福值变动中，当前幸福值160%，变动原因认知失调。他故意给赵如松送锦旗，不是为了自保，是为了激怒他继续弹劾。陛下，您说什么？他故意卖朕的诗，不是为了贪财，是为了让言官弹劾你亵渎圣恩，让朕再偏袒你。一层一层加码，直到君臣之间彻底撕裂。朕一直以为是朕在纵容他，现在想想，他每一步都有目的。朕批的钱
成了他离间朕与朝臣的工具，朕的偏袒成了朝臣离心离德的证据。陛下，那您打算治贵妃的罪吗？不，朕想看看他到底还能干出什么来。爱妃，月报看了？看了，盈余32万两，陛下是来笑话臣妾的。朕想通了几件事。什么事？你给赵如宗送锦旗，不是为了羞辱他，是为了让他继续弹劾。还是你自己的主意？你卖朕的诗，不是为了那500两，是为了让言官再弹劾你一次。陛下什么时候想通的？刚才你账本上那行盈余32万两，让朕全想通了。朕之前一直以为你只是单纯的拆家卖东西折腾朝臣，直到今天看见你月报上那行盈余，忽然明白了，你每一次折腾都有精准的方向。朕看懂了，你在拆朕的江山，拆得滴水不漏。朕现在只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拆朕的江山，是你的意思还是太后的意思？明天摘星楼工地，朕来监工。你准备2份图纸，一份给朕，一份自己留着。为什么2份？朕怕你把朕那份也卖了。当前祸国进度负2%，颠覆朝堂任务进度8%，耗尽国库任务进度1%。进度上升，方向相反，我做的一切全反了。不是反了，是我没找对方法。建议宿主重新审视任务目标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建议宿主重新审视当前策略的匹配度。不对，是下一句。或许耗尽国库，并非要通过败家。国库盈余32万两，我花掉32万两不就不盈余了？而要花掉32万两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追加摘星楼预算，这才是耗尽国库的正确打开方式，不是败家，是预算追加，永远追加，追加到国库没有1分钱盈余为止。宿主策略调整评估完成，新策略逻辑自洽性97%，可行性待验证。萧启辰，你猜得到我卖诗是为了离间君臣，但你猜不到我为什么要离间君臣，而真正的答案，你永远也猜不到。娘娘，那堵墙不能再拆了。娘娘，您从昨晚盘账盘到现在，快睡会儿吧。翠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娘娘请讲。一个人上辈子干什么都倒闭，这辈子好不容易有机会干票大的，目标是祸国，结果他越灭国越强，这是什么问题？娘娘，这可能是命。我上辈子被8个老板辞退，我以为是我运气不好，这辈子穿越了，我以为终于可以放开手干一场大的，结果事实证明不是运气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干什么都倒闭不小。宿主前误归因于自身，祸国任务进展不利的主要原因是萧启辰的配合度过高，以及太后外戚势力的意外干扰，建议调整策略。别建议了，你上次建议我变卖珠宝，结果国库盈余了，你上次建议我成立基金，结果6部效率翻倍了，你建议一次，我离祸国远一步。宿主可考虑使用系统自带的反向策略模式，即主动做与祸国相反的事，利用本系统的反向效果达成祸国目的。你是说，我想祸国就得先强国，我想耗尽国库就得先让国库充盈？理论成立。好，那我就先强国，强到萧启田对我彻底放心，强到他把所有财政大权都交给我，然后一夜之间全给他败光。陛下，贵妃娘娘这追加预算是不是太巧了？
幸福值加10，当前幸福值170%。幸福值增长原因：批准追加预算，使目标产生强烈满足感。温馨提示：目标正在将霍国任务转化为个人事业，建议宿主持续配合。他以为他在败家，朕以为他在理财，只是他败家的方向跟正常人是反的。陛下口谕，爱妃看账辛苦，6部账目从今往后皆由爱妃过目。凡有不清不白之处，可直接召各部尚书问话。他把6部都给我管。陛下说，您管幸福基金已经管出了经验，6部账目交给您，他放心。此笔款项已从摘星楼追加预算中扣除结盈。贵妃贤德，为国分忧，朕心甚慰。贵妃贤德，为国分忧。他把我申请的32万两追加预算拿去给边军换装备了。检测到宿主的追加预算被挪用于军费，耗尽国库任务进度负3%。秦娘娘，您去哪儿？去找陛下，我要问清楚，他凭什么把我败家的钱拿去养军队？陛下，臣妾申请的32万两是用来改造御花园的，怎么跑到边军手里了？边军缺棉衣，去年冬天冻死了几百匹马。朕跟你商量过批你摘楼星楼时，你说过预算超支可以挪用军费，现在反过来，军费不足，挪用摘星楼决议，可是他超限的军费是为了灭了箭楼，陛下挪箭楼的钱去养军队，那楼怎么办？32万两挪去边军，朕再给你补32万两，接着见。爱妃，朕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但朕选择批准你所有的申请，不是因为朕看不穿，而是因为朕在等你，等你发现你越努力，越是在帮朕。明天是摘星楼奠基满1个月，朕来工地看你，带2份图纸，1份给朕，1份自己留着。朕怕你把朕那份也卖了。娘娘，陛下说他在等您发现，是什么意思？他以为他知道我在干什么，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干。他以为我只是太后安心，他以为我祸国是为了太后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我脑子里有个系统，不知道我上辈子被社会毒打了23年，不知道我祸国不是为了太后，是为了我自己。他等着我发现我在帮他，好，那我就帮他，帮到他对我彻底放心，帮到他愿意把玉玺都放在我手里，然后一刀切。宿主信命名为以助待灭，策略逻辑自洽性评估中，评估完成94%。苏袅袅幸福值加20，当前幸福值190%。他在盘算什么新计划？娘娘，您这是什么计划？翠儿，你想过没有？祸国不一定要靠拆墙建楼，一个皇帝如果长期不上朝，朝政会怎么办？大臣们自己管。对，大臣们自己管久了，皇权就旁落了。旁落久了，就有人起异心了，有人起异心了，就会造反，造反了，国不就灭了吗？逻辑分析完成，不早朝计划属于颠覆朝堂任务的补充方案，预估进度增幅5%。他从龙椅上走下来，每一步都像踩在他的心跳上。别看，这是给你家陛下准备的独家付费内容，他不付费，我就不讲下一章。娘娘，这是要给陛下讲故事？不是讲故事，是连载，每页讲到最关键的地方卡住。他听得上头了，第2天早上就起不来，起不来就误早朝，误早朝了，我的计划就成了。这个给他，让他知道，在我这儿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回去了，只有冷冰冰的龙床等着他。这就是你说的钥匙。臣妾今日查阅古书，发现一种极其有效的安神之法，可助陛下缓解批造折的疲劳。来，坐下。今晚的故事叫《霸道帝王爱上我》。朕不需要听故事。他是一个来自意识的灵魂，他是这片大陆上最冷酷无情的帝王。继续。他们第一次见面，他就掐着他的脖子问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他笑着吐了一口血，说：“你猜。”帝王被他的倔强所震惊，将他囚禁在宫中，每日喂他最珍贵的药，派最好的太医，只为让他活着。
活着才能慢慢审问，可是他却……帝王在他昏迷时守在床边3天3夜没合眼，不惜调动3000禁军寻药，只为能继续审问他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明晚继续。没了。夜深了，明晚再讲。陛下该回去歇息了。再讲一段。不行，臣妾困了。陛下也早点回去睡吧，早睡早起，明天还要上朝呢。明晚朕批完奏折就来，讲完那个寻药的段落。寻个药而已，调3000禁军，这帝王倒是比朕还昏庸。娘娘，您拿着酒壶干什么？陛下一会儿该去上朝了，肯定会拐来这儿。我在等他，顺便给他加点料。陛下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朕回去批了余下奏折，睡了不到2个时辰。臣妾熬了一夜的安神汤，趁热喝了，去上朝正好提神。陛下，别吵，让陛下睡。刚才说到哪里？说到户部拨款，陛下您刚才……朕刚才在思考，拨款一事准了。赵大人，今天的事儿您怎么看？老夫弹劾30年了，从没见过朝会上睡着的陛下。不是练功，不是思考，是睡着了。那您怎么不弹劾？弹劾什么？弹劾陛下上朝睡觉？奏折怎么写？臣弹劾陛下昨夜未眠，以致朝会闭目养神。寻药的那段昨晚卡在悬崖下，今天讲完。上回说到，帝王采药坠崖受伤，昏迷时将药死死攥在手心不肯松开。陛下昨晚没睡好，今天在朝堂上是不是困了？赵如松今天弹劾你了吗？没有，上次送锦旗之后，他半个月没敢递弹劾折子了。朕今天在朝会上闭目思考，他们没有弹劾朕。陛下思考什么？臣妾的故事吗？如果他只是为了审问那个女子，不需要花这么大力气。他调了3000禁军，翻遍了整座太华山，这说明他审问是假的，他怕他死才是真的。陛下想多了，那只是故事。明晚的故事，讲那个男人最后是怎么承认，怎么承认他害怕失去她，怎么承认他所有的冷漠都是装的。第一阶段收网，他回去睡不着，不是因为想听故事，是因为在想一个人。陛下，您昨晚又没睡好。李德全，你说一个人每天熬夜听故事，早上起不来上朝，这算什么？这得看是谁。若是寻常百姓，叫不务正业；若是陛下说，叫从此君王不早朝。朕觉得挺好。娘娘，4层以上都是备用，您打算用来做什么？备用就是等楼建好了我再想，反正预算已经批了，楼层越多花钱越多，花钱越多国库越空，逻辑完美。翠儿，你说摘星楼建好之后，除了花光过库，还能不能顺便做点别的？比如在楼顶安个烽火台？娘娘，烽火台是边境报军情用的，您安在皇宫正中央，想给谁报信？给敌国啊！等敌国打到城下，我在楼头点一把，这叫
引敌入境。到时候萧弃臣在城头指挥作战，我在摘星楼上放信号弹给敌军指路，内外夹击，大周必亡。陛下，臣妾想在摘星楼顶层加个烽火台。烽火台是军备设施，你要在皇宫正中央建烽火台？摘星楼是京城最高建筑，建烽火台最合理。万一哪天边关告急，信号从边境传到摘星楼，再从摘星楼传到6部衙门，比快马快3倍。陛下不觉得这很实用吗？烽火台军备拨款，走兵部专项，不走摘星楼预算，省得你又说朕挪你的箭楼前去养军队。陛下不觉得烽火台建在皇宫顶上有点奇怪？奇怪，但你说的有理。京城最高处，最适合传递信号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。不对，我不是来合伙的，我是来祸国的。娘娘，陛下说今晚大孙哲还去听故事，第3夜了。陛下问今天的故事叫什么？重生之我是大周首富，讲一个女人穿越致富的故事。昨晚那个寻药的段落讲完了，今晚讲什么？那个女人怎么承认她害怕失去他？今晚不讲那个，今晚开新篇，重生之我是大周首富。不接着讲。爽文不填坑是行规，一个坑没填，读者才会追下去。前世、今生被庶妹和未婚夫联手害死，手握家族账本和未来10年的商业情报，决心把仇人一个一个送进地狱。前世的记忆带过来了，账本也带过来了，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报官？因为前世害他的人今生活得光鲜亮丽，没有人相信一个15岁少女的话，就像没有人相信一个被当成太后棋子的嫔妃其实只是想拆几堵墙。那个故事里的暴君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他发现，其实从头到尾没人给他下套，他不是太后的人，他只是他自己。明晚接着讲，朕想知道那个暴君后来怎么做的。当前苏妖鸟幸福值240%，连续7天超额达标，惩罚过免权累积至12日。臣有本奏：贵妃苏氏建摘星楼，耗资千万，劳民伤财，于国无益。臣联合6部13道御史，共上13道奏折，弹劾妖妃祸国。赵爱卿，朕问你，你联合13道御史弹劾贵妃，证据是什么？摘星楼耗资千万，此乃国库30%税入，贵妃用度无毒，大兴土木，祸国殃民，铁证如山。摘星楼的预算是朕批的，你弹劾贵妃，就顺便把朕也弹劾了吧。李德全，把赵大人的奏折拿过来，朕现在批给他看。13道弹劾，朕全批了封文奏事。还有谁要弹劾？摘星楼是朕批的，贵妃是朕宠的，以后谁再弹劾，朕就在他的奏折上批封文奏事。批3次降职，批5次革职，批7次去朝阳宫门口跪着，让贵妃给你送锦旗。臣知道了。退朝。赵大人，您慢点走，咱们弹劾就这么算了？不这么算了，还能怎样？陛下拿封文奏事4个字直接否了咱们13道奏折。封文奏事那是说给言官听的官场套话，意思是你说的全没证据。那咱们还弹劾吗？先看看贵妃下一步干什么，实在不行，弹劾她太过贤德。太过贤德，这是什么弹劾理由？咱们弹劾的本来就不是贵妃，是陛下新篇的方向。娘娘，臣弟今早核对了工部的实料账，发现第3批青石每块少报了3斤。工部尚书说这是运输损耗，臣弟算了算，总共偷工减料，合计14200两。工部尚书就是那个上次以死相见，最后改口说
建楼有于大洲文化建设的那位？正是。上次被您吓破胆之后，安静了半个月，现在又开始偷偷摸摸贪了。走，去工部衙门。娘娘，你要问责工部尚书？问责多难听，我是去跟他商量纪念碑的事。什么纪念碑？贵妃娘娘到！娘娘大驾光临，有事远迎。大人，本宫刚收到一个消息，摘星楼第3批青石每块少3斤，合计少了14200两。本宫本来想直接禀报陛下的，但后来一想，陛下最近对贪官的态度您也清楚。上次户部尚书跪在本宫门口高抬贵手，本宫只让他退赃，没革他的职。您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留着他，他得干活；革职了，换个人上来，这摊子事就没人管了。娘娘，工部尚书把石料摊的钱全加进第4层装修了，红木门窗、汉白玉围栏、铜鎏金延寿，一分不差，全按您的清单采购。第4层追加14200两，加上前3层已拨付的300万两，摘星楼目前总支出3014200两。娘娘，1000万两的预算才花了3成，这楼建完还能剩不少钱吧？剩？我建的不是楼，是预算黑洞。第4层追加完了，还有第5层，第5层追加完了，还有第6层。加上前3层已花的300万两，第7层封顶时1000万两只够建个壳子。今日金句，我建的不是楼，是预算黑洞。装修还得再要500万两。陛下，贵妃娘娘这已经是本月第3次追加了，第1次32万两，第2次烽火台5万两，这次又是14000两。批了。另外传朕口谕，摘星楼后续所有追加申请，凡备注来源于退赃款的，不必报朕，直接走户部快速通道。陛下，这不合规矩，从未有后宫嫔妃能越过陛下直接调拨国库款项。那现在有了。朕问你，上个月国库盈余多少？32万两。盈余从哪儿来的？你不说，朕替你说。盈余是贵妃折腾出来的，她折腾的越多，国库越充盈，所以她要花钱朕给，花出去的她找转又给朕折腾回来。臣遵旨。总共花了1018万4200两，其中超过半数不是国库的，全是从别的渠道来的钱，军费挪用、兵部专项、退赃款。娘娘，臣弟今天又记了好几条，预算 K 洞、退赃款追加、花别人的钱建自己的楼，让别人无钱可花。最后这条虽然不太通顺，但意思到了。萧决，你说太后的慈宁宫离摘星楼有多远？摘星楼建到7层，高度将超过慈宁宫正殿的西里里。那你知道太后每天什么时候在院子里喝茶吗？申时3刻，母后雷打不动要在院子里喝一盏铁观音。好，摘星楼第7层，正对慈宁宫方向的窗户，我要开一面巨大的落地窗。等楼建好后，每天申时3刻，我就在那扇窗前喝茶。太后一抬头就能看见我。娘娘，臣弟提前为母后的景德镇心摇默哀。传旨内务府，摘星楼第7层那扇朝慈宁宫的窗，要透光，透到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把椅子，你准备放在这儿？对，摘星楼第7层封顶之前，臣妾先在这儿喝茶。陛下觉得这个位置怎么样？臣妾准备把窗户再扩大一圈，改成落地照室，够清楚。没有窗棂遮挡，一览无余。预算需要追加5000两，陛下批吗？你追加预算的理由是什么？视觉压榨。
下次追加预算的理由，至少变得像样点。视觉压制这4个字，若是被赵如松看到，他当场就能撞碎你心中的汉白玉兰。陛下放心，赵大人要是撞碎了围栏，臣妾就把他的纪念碑加高1丈，赐疗费从他退休俸里扣。当前苏淼淼幸福值25%，55%，超额达标持续。臣有本奏：贵妃苏氏摘星楼第4层装修月制，红木门窗系御书房同款规制，汉白玉雕龙纹系金銮殿同款，铜鎏金延寿系太庙同款，此乃僭越。僭越是谋逆之兆，臣弹劾贵妃僭越御制，心怀不轨。赵爱卿，你说的那扇红木门窗是朕让内务局送去朝阳宫的，你说的汉白玉雕龙纹是朕批的图纸，你说的铜鎏金延寿是朕从太庙修缮款里拨的，所以你的意思是朕带头僭越，朕僭了朕自己的约。退朝。赵大人，您的奏折掉了。朝上炸了！赵如松弹劾说陛下对你太宽纵容。赵如松弹劾陛下对我过于宽纵。对，皇兄当场承认了，还说朕乐意，有本事你把朕也弹劾下来。赵大人出殿的时候，眼眶都是红的。他这是帮我，他把所有弹劾都揽在自己身上，以后言官弹劾我就没法绕过他，弹劾他更不可能。这道防火墙，他亲自给我砌的。这事儿不能让他一个人扛。翠儿，去把上次卖尸换的那500两银票找出来给赵夫人送去，就说娘娘问赵大人因公受饥。娘娘，纯金延寿，那可是太庙享殿才用的规格。太庙的延寿是纯金的，那正好。摘星楼第5层用纯金的，第6层用什么？我再想想，镶宝石的可能更好看。臣去安排。刘大人，老夫今天回去翻了翻史书，历代宠妃都是宠的一天，但这位贵妃越弹劾越受宠，越拆家国越强，越花钱国库越满。老夫觉得这不是失不失宠的问题，是老夫的脑子跟不上了。你说她到底是妖妃还是福星？老夫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：摘星楼第5层的纯金延寿，户部该走什么账目科目？景德镇的新杯子烧好了吗？还要半个月，让他们加班烧，加费从外戚的探镜里扣。查账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查不到，那就查他的过去，查他在入宫之前到底是什么人。攻略系统已绑定。李德全，你说摘星楼第6层用什么材料才能让太后从院子里抬头看的时候，眼睛被晃得睁不开？回陛下，用金箔贴面，反光最刺眼。残朕口谕：第6层外立面用金箔贴面，款项从内堵出。娘娘，又英语了？不是，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。礼部上个月的祭祀开支比去年同期翻了3倍。祭天用香3000两，祭祖用烛5000两，祭孔用剩8000两，
合计16000两，而去年同期的数字是5000两。礼部怎么花这么多钱？祭个天要3000两的香。走，去礼部。娘娘要查礼部的账，可礼部尚书是赵大人的连襟，上次弹劾您被陛下用风文奏事打回来的那个赵大人。连襟好啊，查1个，吓哭2个，成本减半，效率翻倍。松娘娘，娘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大人，本宫有个问题，什么香一支就要3000两？刘郎中，祭天的香是怎么回事？是龙涎香，极品龙涎香。极品龙涎香，市价每两120两，3000两能乃25两香。祭一次天烧25两香。太庙祭祖的也是同样的香吗？是。太庙祭司用香5000两，祭孔用生8000两，3头牛6只羊9头猪，市价不过800两，剩下7200两，是不是也是极品？娘娘，这账……本宫今天不是来问责的，本宫是来给大人一个机会。摘星楼第5层正在筹款，本宫算了笔账，礼部去年祭祀虚报的金额合计约5万两。这笔钱退回来，冲入摘星楼第5层装修，本宫就不禀报陛下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臣把虚报的款退回来，然后您拿去建楼。对，退赃，然后本宫帮你花掉，花在摘星楼第5层的纯金延寿上，每一分钱都会变成实打实的金子仙赃的成果，这比被关进大牢体面多了。礼部小金库，要是在这里，5万两，臣今日就退。对了，赵大人是您的连父。是。下次赵大人弹劾本宫的时候，您记得提醒他，弹劾1次，本宫就来礼部查1次账，查1次就发现1笔虚报，发现1笔虚报，摘星楼就多1层纯金延寿。大人，礼部被查了，礼部尚书把小金库钥匙都交了，5万两。第5个了。户部退赃210万两，工部退赃14000两，吏部退赃3万两，兵部退赃8万两。现在礼部又退了5万两，总共退赃超过237万两，这些钱全进了摘星楼。他这是在反腐还是在建楼，还是以建楼为名行反腐之实？礼部尚书说他已经退赃5万两，劝赵如松别再弹劾，弹1次查1次退1次，谁也靠不住。去，把咱们工部过去3年虚报的旧账全找出来，主动退赃，能少丢点脸。等贵妃亲自来查，就不只是退赃了。如松兄，不能再谈了。他今天查了我5万两，明天弹劾他就会查户部，后天弹劾他查工部，大后天弹劾他普吏部。陈尚书是您的童年，您下得去手吗？老夫弹劾了30年，从先帝谈到今上，从三王谈到丞相，今天被一个贵妃用查账逼得撕弹劾草稿。下个月老夫弹劾户部。弹劾户部为什么？户部管国库，贵妃管工程。户部拨款，贵妃花钱，弹劾不了花钱的人，就弹劾拨款的人。只要户部不敢拨款，摘星楼就得停工。撕了弹劾草稿，转头弹劾户部。
赵如松这事不敢打我了，打给我递刀的人。娘娘您不担心，户部真被弹劾怕了，不敢拨款怎么办？户部不拨款，我就自己去户部金库取。萧觉，你去户部传个话，就说娘娘说了，赵大人弹劾一次户部，我就去户部查一次账，查一次找出一笔虚报，找出一笔摘星楼就多一层。你看看户部的屁股擦干净了吗？礼部小金库的5万两全部冲入摘星楼第5层，纯金延寿先铸一尊出来，摆在户部门口，让刘尚书每天上朝前都看见，那是礼部退赃的钱铸的，提醒他下一个就轮到他了。荣弟兄，我在想，当初贵妃送我那面锦旗，铁齿铜牙为民请令，铁齿铜牙是说言官要咬得对地方，为民请命不该是对着对陛下偏袒的方向乱咬，而是去咬真正的蛀虫。申请拨款追加金额10万两，资金来源礼部退款5万两，户部自查退赃款5万两，不增加国库负担。陛下，户部那边今早传来消息，刘尚书从昨夜开始翻旧账，翻到今天天亮，翻出5万两虚报，主动退的，说是不等贵妃来查，自己先交，能少丢点脸。工部尚书退了14000两，礼部尚书退了5万两，户部尚书退了5万两，吏部退了10万两，加起来214000两，全进了摘星楼。是，而且都是他们主动退的。退赃就能免牢狱之灾，六部尚书们算得比谁都清。朕以前想让六部廉洁，杀了3个尚书，流放了5个侍郎，没用。他一个查账的姿势摆出来，六部尚书自己排队退赃。朕杀人做不到的事，他查账做到了。完了，陛下真的疯了。娘娘，礼部退的5万两已经全部铸成纯金延寿，第一尊今晚摆到了户报门口。刘尚书上朝前在延寿面前站了一盏茶的时间，回来就主动退了5万两。第二尊下午铸好，您看摆哪个部门口？兵部。兵部？兵部尚书还没被查呢。就是没被查才要摆，让他看看，这是礼部退的，这是户部退的。今日金局没被查才要摆，让他看看下一个是谁。娘娘，赵大人今天没上朝，说是病了。什么病？礼部尚书派人去探病，回来说赵大人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摊着30几本填和您的奏折草稿。说了什么？他说，老夫弹劾了30年，现在才发现，弹劾妖妃就是弹劾六部同僚的饭碗。老夫不弹了，老夫等他自己把六部查完，再弹劾他功高震主。赵如松不糊涂，他只是弹劾了一辈子，惯性太大，刹不住车。现在刹住了，他比谁都清醒。陛下，赵大人递了一本奏折。臣赵如松奏弹劾30年，今始悟贵妃苏氏所行之事，查贪腐，清吏治，实乃立国。然臣仍需弹劾，臣弹劾陛下，实为英明。然以一人之宠信代六部之职能，虽受效四肃，终非长治久安之策。请陛下设立专职反贪衙门，将贵妃的查账之法制度化。六部可安心做事，不必日日提防贵妃突击检查。臣亦可专心弹劾，不必弹着弹着发现弹劾对象已被贵妃查退。赵如松，他弹劾朕，弹劾的理由是朕把贵妃用得太狠了，该设个衙门。陛下，这奏折怎么批？告诉他，改日朝议，让他先把弹劾朕的奏折留好。等反贪衙门成立了，第一任主官人选，朕会考虑他。陛下，您让赵大人去反贪衙门，他弹劾了您。他弹劾了朕30年，
对贪官的业务流程比6部尚书还熟。他不去，谁去？陆松兄，您真不弹劾贵妃了？不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怕他查账？是服了。我弹劾他祸国，他把国库盈余了；我弹劾他愚智，他把6部贪官全查退了。他的摘星楼还没建好，已经帮陛下整顿了半个朝堂。老夫弹劾30年，第一次发现，弹劾对象做的事比弹劾本身更有用。这不是妖妃，这是国之利器。娘娘，今天户部退的5万两已经入账了，加上礼部的5万两，工部追加退的1万两，吏部追加退的3万两，25万4千两。第6层预算20万两，还差4万6，正好，明天去兵部转一圈。娘娘，您真要让6部全退一遍？摘星楼建到第7层时，6部每一笔退赃款都会变成纯金延寿。他们在楼下走过，抬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赃款被铸成金兽跪在屋檐上。国之利器。他折腾了这么久，赵如松终于看明白了。但如松只看了结果，没看懂过程。他查账不是为了帮朕，是为了建楼；他退赃不是为了肃贪，是为了凑钱。他做的一切目的都是祸国，结果全反了。李德全，你说他有一天会不会发现，他不想祸国了？不是因为他放弃了，而是因为这国已经变成他折腾出来的样子。清官多了，贪官少了，国库满了，6部快了。他折腾出来的这一切，比他自己想要的更好。他不是灭不了国，他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要灭的国推成了他不会去灭的样子。陛下，老奴斗胆，您这番话要不要改天说给贵妃娘娘？还不到时候。等他建好摘星楼第7层，朕在楼顶跟他说。今日金句：贪1文，楼高1寸；退1文，延寿金1分。太妙了！臣弟决定给这本语录起个书名。什么书名？那些年，我皇嫂教我的事。副标题：如何用一栋楼逼疯整个朝堂。你记了多少了？从您给赵大人送锦旗开始，铁齿铜牙为民请命，到昨天户部尚书排队退赃，没被查才要摆，让他看看下一个是谁。总共108条。臣弟特意凑的数。真在练功，连这个都记了。陛下的金句也是金句，臣弟一视同仁。这是我。臣弟本来想画您拿算盘，但算盘太难画了，所以画的是陛下。萧决，你这本笔记要是被陛下看到，他第一个砍你的头，第二个砍我的。娘娘放心，臣弟把这个藏得比母后的私房钱还严实。陛下，景王求见，说有要事禀报。你怀里揣的什么？没什么，
账本，摘星楼第5层的食料验收单，拿来朕看看。皇兄，这是臣弟的私人笔记，内容可能不太适合陛下观看。108条，每一条都跟朕有关，每一条都跟你皇嫂有关。你记录了这么长时间，是想出版？书名暂定那些年我皇嫂教我的事，副标题如何用一栋楼逼昏整个朝堂。第109条，加上。他不是灭不了国，他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要灭的国推成了他不会去灭的样子。这本笔记，等摘星楼第7层封顶那天，朕要在楼顶看到完整版，每条都要配上出处和日期，不许遗漏删改。皇兄不砍臣弟的头，砍了你的头，谁记录你皇嫂的金句？朕自己来吗？这句话，皇兄是红着眼眶写的，虽然他没承认。他什么时候写的？刚才，臣弟的小本本被发现了。皇兄不但没生气，还亲自添了这一条。他说，等摘星楼第7层封顶那天，要在楼顶看完整版。你回他一句，就说苏袅袅看到了，但还不到时候回话。等他建好摘星楼第7层，在楼顶跟他说。苏袅袅幸福值10%，当前幸福值90%，幸福值增长原因：目标看到宿主的朱笔配注后产生深度情感共鸣。你查到生母的事有新的进展吗？有，那个死前念叨过眉眼像先帝的老公墓，生前最后当差的地方，太岳池边的沉香阁。沉香阁是先帝晚年常去的地方，据说当年有一位姓温的才女，是户部侍郎苏大人送进来的，在沉香阁住了不到1年就被送出宫了。出宫时据说是带着身孕的。眉眼像先帝，户部侍郎苏家抱养的。哀家当年怎么漏了他？摘星楼建到第5层，6部退了25万两。纯金延寿住了5尊，言官不弹毫了。太后不摔杯子了。翠儿，你说这宫里还有什么好折腾的？娘娘，您不会又想拆墙了吧？南墙拆了，东墙补了，北窗扩了，西配殿改成御堂子了，朝阳宫已经没墙可拆了。朝阳宫没墙可拆，御花园还有。御花园东边那片荒地，占地20亩，除了杂草就是蚊子，浪费，改成大型游乐园。什么？头泉、秋千、醋逼场，还有鬼屋，就是那种人进去就哭着出来的房子。收门票，平民50文，贵族5两，包月500两。御花园游乐园已记录，预估建设成本5万两，年门票收入可达20万两。谁说我要正常经营？每天限量50张，剩下的票全部走黄牛。什么叫黄牛？就是让萧爵在外面倒卖，50文的票炒到5两，多出来的钱不进国库，进我的私人金库，专门用来买摘星楼第6层的和田玉围栏。当前苏淼淼幸福值90%，连续超额达标，惩罚豁免权累计至30日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求见，说带了游乐园的图纸。传。陛下，臣妾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型游乐园，投湖、秋千、蹴鞠场、鬼屋，还有公共茅房，
建成后对百姓开放，门票50文一张，收入冲入摘星楼第6层装修。公共茅房为什么要收费？因为不收费，百姓会用的太频繁；收费了，他们会珍惜，少跑几趟。少跑几趟，茅房就不用天天打扫，省了打扫的人工费。这叫用经济学手段解决公共卫生问题。鬼屋的造价多少？3000两，主要是买道具的钱，还有请人扮鬼的工钱。追加1000两，做一面铜镜，客人进去前先照镜子，镜子上刻一行字：比鬼更可怕的是穷，以此警示世人。陛下怎么懂这个？朕有个弟弟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穷的没瓜子吃。陛下，鬼屋开张那天，臣妾请您第一个进去。朕不怕鬼，不是让您去怕鬼，是让鬼怕您。娘娘，门票预售第1天，包月500两的贵族已经订出去30份，50文的平民票抢疯了。今天放出的50张，1刻钟就抢光了。黄牛价已经炒到8两一张。包月客户名单里怎么有赵如松的名字？他不是弹劾过我吗？是他弟弟，不是他本人。而且据礼部尚书透露，他弟弟还说贵妃的鬼屋据说比他的弹劾奏折还刺激。赵大人当场脸就绿了。娘娘，这面镜子是内务部送来的，说是陛下亲笔题的字，挂鬼屋门口的。镜子挂门口，正面朝外，背面朝里，只给进去过的客人看。第112条，比穷更可怕的是陛下，背面朝里，只给进了鬼屋的人看。备注：贵妃这是要在鬼屋里给陛下开专场。陛下，游乐园正式开放后，预计每日人流量超过3000，门票50文，黄牛炒到8两，1个月就是摘星楼1个月花了30万两，游乐园1个月能赚12万两。他折腾的越多，亏空反而越小。朕的江山正在被他变成一座大型游乐园。陛下，这是好是坏？朕不知道，但朕知道一件事：他越折腾越开心，他开心，朕就不用挨惦记。所以游乐园也好，鬼屋也好，公共茅房收费也好，朕全批了。理由不重要，后果不重要，他高兴就行。太后，贵妃在御花园东边建了个游乐园，鬼屋门票50文，黄牛炒到8两。她建楼还不够，还要把御花园变成闹市。下一步是不是要把金銮殿改成戏拳子？太后息怒，温氏的事有进展了。当年沉香阁那位温才女出宫后生下的孩子就是苏娘娘。户部侍郎苏家抱养的时间、地点、中间人全部对上。温才女离宫时已有3个月身孕，先帝驾崩前曾让太医去给温氏诊过脉，太医院记录还在，胎象平稳，孕期4月余。若按月份推算，苏娘娘应是先帝驾崩前3个月怀上的。先帝驾崩前3个月，那是萧启臣的父皇。苏娘娘若是先帝的血脉，她就是启臣的妹妹。不管是哪种，都要查清楚。去太医院，把先帝驾崩那年所有的脉案全调出来，温氏的脉案、苏袅袅的抱养记录、中间人的口供，一条一条给哀家拼出来。